刘亦菲到赵露思，国产剧已经失去理智，95朵花的世界已经到来。今年更抢眼，赵露思1998试探世界星光，虞书欣1995苍兰诀二人小森林，还有2部最近的热播剧，张婧仪的点亮我温暖你1999和田曦薇的日常1997。但是看完他们的成绩单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他着火了，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。虽然说85花总是被诟病走不出舒适圈，但一个角色就是一辈子。刘亦菲的赵灵，杨幂的白浅，唐嫣的紫萱，但是新一代的95小花连一个有辨识度的角色都救不出来。他们为什么火？他们能记住多久？先生正在努力了解今年的95花。01甜宠世界自小燕子、章子怡、周迅、徐静蕾这4位70后女演员被称为4小花旦以来，每一批新人都延续着这个数字。如果说第一代的大花们没有太多共同点的话，只是按照影响力来排名的。而在95花中，他们统一了路线。今年爆红的都是甜宠剧，长相也很内敛，白皙的皮肤，圆润的脸庞，丰满的脸颊，圆润的鼻梁，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的审美。一个字，甜。没有神秘感，没有侵略性，没有欲望。传闻中的陈芊芊将赵露思送上了国内娱乐圈的甜美少女之路。3公主身着一袭红裙，刘海，红唇微起，双目微闭。她想制造乱七八糟的感觉，却把2个孩子的头发扎成一个发髻，扎了2朵花。同样是一身红衣，却没有丝毫的妖艳杀气。苍兰诀让虞书欣变成了甜美少女，平直的刘海，平平的眉毛，闪亮的嘴唇，台词一个字一个字跳出来，再加上虞书欣本就甜美的声音，一副天真的孩子模样。在轻轻的日常生活中，田曦薇是标准的甜美少女，圆脸圆眼，浅浅的酒窝。吃饭的时候，她要等男人先动筷子，她眼巴巴地看着男人，就像一只等待喂食的小宠物。在点亮我温暖你中，张靓颖在剧中被直接称为公主，不谙世事，清纯无瑕，非男主捧在手心不可。无论剧中人物如何标榜独立平等的新女性意识，他们表现出人畜无害的样子，傻傻的，甜甜的。最终的结果是我负责甜蜜，你负责宠爱。他们没有标新立异的个性，甚至没有缺点，也没有特别的回忆。你说这是人物塑造的失败，但或许这种节目的成功在于他们故意把自己的脸弄模糊，让观众自己代入。95花的火正是因为他们主动出击，彻底抹杀了所有人。02公众脸，如果大多数人都记不住95花的作用，那么他们的形象是如何植根于公众印象中的呢？答案在于自媒体小作品。与电视剧相比，这是他们的主业。再看看赵露思，在转型演员之前，她已经是抖音网红，因为甜美可爱而走红。2018年，在一段超过300万点赞的视频中，她学会了跟孩子说话。大人问过年有压岁钱吗？她睁开眼睛，用手指比划了一下，这里有2块，别忘了咬嘴唇。抖音号上其他萌萌哒操作也在跟进，应有尽有。饰演香肠嘴的欧阳锋骑着猪背龟，没有偶像包袱，一副可以撩的邻家小姐姐模样。虞书欣代表着95强中的另一个身份，偶像。她真正走红是在2020年参加《青春有你》第2季的时候，她的强码招致了观众的调侃。哇！而小左京则是一黑一红，变成了真正的红色。因为人们发现他真的好像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在综艺上，在小红书上，在抖音上都是这样。这种不做作的做作感，比那些瞬间矜持的女明星有趣多了。所以看她在《苍兰诀》中的尴尬演技是可以的，只要她把自己演好就行。比演戏，观众更像是在看明星玩剧本杀。我一时冲动就拍了收到的剧本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反应。比如胡同中的赵露思，有时候就有点难以解释。小兰花在
苍兰诀终与东方擎苍灵魂相交后，成为了霸主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赵露思和虞书欣并不是为荧幕角色而生的，是从大众口味中脱颖而出的网络艺人。他们没有经过导演的筛选、观看或润色，所以95 Flowers 是一款饼干镂空印花，再大的花也称不上美丽。冷艳的李嘉欣，优雅的林青霞，妩媚的邱淑贞，灵动的张曼玉，英姿飒爽的梅艳芳，他们的角色绝对不可能是普通人，他必须是传奇。而1995年出生的小花，在网络上只要长得像个普通女孩就行了。这样的真相，这意味着她非常接近普通人，但不一定接近真实的自己。因为你从他们身上看不到过去那些明星的个性和率真，就像当年的王菲，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。张曼玉参加选美绝对是贪虚荣心，当年舒淇无聊就想找个男人玩玩，不只是脸，而是公众的脸，甚至角色也从不脱颖而出，平均而言几乎没有优势。那么为什么他们需要被记住呢？03年轻，一方面网络前所未有地强调了新一代女性的大胆和自给自足，但另一方面，当红的女明星却成了最没有个性的模样。具体到国产剧，也就是说，女主消失了，只留下一个高度软化的背影，没有真理，就没有个性。即便是几位大牌女演员，给大多数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只有一个甜美少女。同样是偶像剧，没有哪部剧像《金粉世家》那样，既能展现人物复杂的性格，又能谱写时代挽歌，创造出可供模仿的审美模板。奔跑在向日葵田里的感觉，谁不能安抚？冷清秋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文人家庭，她的家庭很穷，她上的是一所女子学校。她立志上大学，读硕士，读博士，成为一名独立的女性。当她遇到跟随自己的丞相府小公子金燕西时，她被他由金钱和甜言蜜语组成的浪漫所打动。清秋本想走捷径，嫁入豪门改变命运，但是豪门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。她可以开始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成为囚禁她的金色牢笼。她整天只能陪嫂子打麻将，骨子里的孤独让她无法和靳家在一起，可现实又逼着她忍气吞声。冷清秋这个角色不是单纯的小白花，但她也不是只顾利益的金钱至上主义者。她的心比天高，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来实现她的人生理想。那时候的偶像剧可不是关于宠物的，讲的是人性虚幻背后的虚伪和残忍。但现在的民国剧只注重男女主，连海报都一模一样，可讲的故事越来越少，不能再聚焦于宏大命题，讨论人类的未来和社会的震荡，将个体置于现实时代背景中思考个人命运。在以往的国产影视剧中，都能感受到人的谦卑，甚至在这种谦卑中带着某种程度的自卑。他们向往美好的世界，在文明的碰撞中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容得下巩俐野蛮的大地之母之美，也能容忍陈小旭像黛玉那样丑两个酒窝，一身病的脆弱美貌。现在的时代不需要表达任何精神内核，公众的关注和反思没有丝毫的严肃性，那么作品自然不需要光鲜复杂的主角。95花在剧中反复出现，但他们自己是谁？这可能是一个比电视情节更乏味的问题。所以95朵花开得很安静，他们刚刚起步，正在演最热门的剧集。遗憾的是，现在还能被观众认真观看的剧已经不多了。有一种比喻叫艺校教草，北电吴磊中西千玺看北音恋爱了，在娱乐圈里有很多还是学生的小鲜肉，而且都是演艺专业的，非常符合他们的职业。他们的学校也是一流的艺术学校，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中的每一个。谁是小学？首先要说的是北电，学校很有名气，师资也很强。学校基层是吴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看起来非常的年轻，五官也非常的精致，被称为校草也是当之无愧的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节目的校草根，非宋继阳莫属。宋继阳是通过电视剧《陈情令》被人们认识的，
人气一下子高了起来。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外表非常文静，看起来非常的温柔可爱。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中戏的校草，那就是千玺。千玺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艺人，不仅在舞蹈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，而且演技也非常出色，学习成绩也是很让人佩服。他的长相也算是很帅气了，可以说是很不错了。最后要说的就是北音的校草王林凯那小子，他曾经是 NPC 的一员，很受欢迎。他在舞台上也很酷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粉丝基数也很大，你怎么看？